这3盆花都很多，大概有30几朵吧。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呢？对，它们都是小花型。小花型的感觉上可能比较容易多花。这3盆的花差不多大，大概5厘米的样子。再看这2盆是大花，数一数，果然比较少，只有14朵。这2种花到底有多大呢？我们也来量一下。前面这朵粉色的13厘米不到，12厘米多吧。后面这朵算是10厘米吧。这2棵碰巧还都是14朵花，当然后面这个还没有开全，算上花苞有14个。考虑到花的尺寸呢，这2个数量也不算少了。再考虑到家里是自然的养护环境，那么这么多花也算是挺好的啦。养出这么多花有什么诀窍吗？说出来或许您会失望，真没什么诀窍，就是平时我在视频里经常说到的养护方式、养护理念。但毕竟它们的花还算多，那我们就靠近竹科来看，没准真能发现什么可以称之为诀窍的东西呢。这棵是当年朋友给的，跟那棵软腐病的同时到家的，那是去年2月份的事儿。到家之后就是这个盆儿，我一直没给它换过，因为没多久它就出花芽了，然后就一直开花。第一批的花还没等谢呢，这边又出新的花芽了，没有机会给它换盆。这棵特别多花，它是出了2个花芽，但是这些花梗上几乎没有休眠芽，就是它几乎所有的休眠芽都长成侧花枝或者开成花。我还挺希望它少长个侧花枝，留个休眠芽，回头我给催个芽什么的。根据去年的经验，这棵的续花性还很好，可能您看还有1、2个休眠芽，没准哪天那个也长成花枝或者是花。这棵我给肥极少，原因是它的花期太长，通常来讲开着花的时候我不给肥或者很少给肥，所以这棵跟其他的相比肥是偏少的。所以原本我以为今年它的花会少一些，但结果是并没有少。那它的肥可能是从其他来源获得的。蝴蝶兰是有能力从空气当中获得一些养分，只要是水苔面上盖着一些桃粒儿，水苔是有机物，可以分解。我猜分解物应该也是给兰花提供了一些营养成分。我们平时会说久用之后植料会酸腐，其实就是被分解掉了，浓度太大呢就酸腐了，烧根。如果浓度不特别大呢，其实对根来说也是养分。如果您有看过之前我拍它的根，这些根在去年的时候是非常好的，绿绿的，看今年已经有一些斑斑驳驳的黑。这一方面是因为那些根比去年肯定是老了嘛，老的根就变得没那么好了。另外一个原因，这么长时间闷在这个植料里头，可能多少也是会被烧掉一点吧。不过这个植料的酸腐应该也不是很严重，你看新长的根还是可以的。植料分解或者说酸腐的程度我是很难拿捏的，只能观察着说，如果有太多的根不好，那说明这个植料需要被换了。这棵的生长很旺盛，在浇水方面从来不需要见干见湿，可以一直湿。从我拿回来去年的2月份到现在一直湿没有干。不过过一段时间我会用很多的水冲一冲，就是从上面浇，让水从侧面流出去。为什么说侧面？因为这个盆底下是没有孔的。至于多久冲一次，这个真的是没有规律，非常随意，有可能1个月冲了2次，也有可能2个月才想起来冲1次。养这一盆就是这么的省心。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我有给它放过香蕉皮，看这儿有个黑黑的，这个就是香蕉皮。再看这个可能是我去年收的打折花，
它也是有2枝花，确切的说是有2个主花梗，每个主花梗上还有侧花枝。这棵是我自己换的盆，用的是树皮混料，根也非常的好，这个瓶子都被它撑成椭圆形的了。上一个夏季这棵曾经拿到户外养。对了，前面这棵一直在室内，从来没有拿出去过，所以呢，虽然拿到户外可能会长得挺好，但是在室内也可以长得挺好。这棵浇水没有一直让它湿，是有见干见湿的。不过它外面一直有套盆，套盆里一直有水，所以呢，它的周围湿气也很足。总体上来讲，它的给水也很充足。它也曾经使用香蕉皮。其实我所有的蝴蝶兰，如果我没有把谁漏掉的话，基本上都用过香蕉皮。这棵只有1个花芽长成了这一团，它有很多的侧花枝。有一片叶子有问题，还被我抠了一个洞，看起来影响也不大。不过这个叶子现在看起来又不好了，等会儿我把它剪掉。剪掉之后喷点药。这棵也是我自己换的盆，用的是树皮混料加水果网。前面这棵树皮混料好像是没有使用水果网，我看了一下看不到水果网。这棵有水果网的呢，也算是见干见湿。说也算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透气一些，所以它下面的水就是外套盆的水给的更多一些。但是再多它也有干的时候，看这会儿它就已经干了。等会儿呢，我就会给它加一些水，水可以大致泡到这个位置。而这一盆水最多也就是刚刚能接触到这个盆的盆底，因为它的根已经一直长到盆底了。所以您看这3棵质料不同，盆内的情况也略有不同。那后期的养护方式就根据它们各自的情况做一些适当的调整，它们仨都可以长得挺好。对了，左边那个粉红色的也有到户外养护过。这3棵就最前面这棵一直在室内，后面2棵都有到过户外。还有一个方面不能被忽视，就是这3个吧，本身它自己都很强健。因为同样的养护方式、养护环境，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小花品种都长了这么多花。同样的大花品种的养护方式也大同小异，花的数量也不一样多。这2盆，前面这个粉色的曾经拿到户外养过，后面那个原地没动，因为它也是花还没谢就出花芽，所以一直没给它换位置。从上次开花到这次开花，它就一直在这个盆里，在这个位置。上面的桃粒是我后来加的，因为有点越长越偏，稍微加一点桃粒压一压。香蕉皮，黑色的这个就是香蕉皮。另外这个也有香蕉皮，可能因为拿到户外被虫咬，它的叶子还出了状况，被我剪掉了一部分。但是它依然还是长了这么多花，还挺不错的。这2棵的下方外陶盆里都是有水，可以给它们提供湿气。回忆了一下上一个年度，总体上所有的兰花给兰花专用肥都是偏少的，这是跟在前一年比，原因就是花嘛越来越多，有点忙不过来，但是都给了香蕉皮，我觉得这个帮助不少。再另外，我还发现一个影响花多少的因素，就是出花芽的时间。因为在家里养是依靠自然温度，出花芽的时间，我发现如果出的太早，花梗窜完开始长花苞的时候，正好赶上冬季太冷，花苞的数量会减少。比如这3棵在冬季就开花了，花梗窜个儿的时候温度不低，窜的还挺快。后来开始分化花苞的时候，温度就降下来了，所以草草的收场，就这么几朵，
好在花还挺大。春暖花开之后，可能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吧，又开始续花。而那些花芽出的稍微晚一点的，分化花苞的时期大致赶上了冬季的后半段，温度低，它长得特别慢，分化花苞的这个周期特别长，但是温度又在逐渐升高当中，所以它可能越分化越高兴，分化出来很多的花苞。而如果再晚一点，分化花苞的时候赶上天气太热，它又匆匆收场，长很少的花苞了。这是我的一个大致的观察，具体是多少温度，这个我倒没有做记录，反正是自然温度，靠天吃饭，它赶上哪段是哪段呗。今天这期视频大致就到这里，只是简单的看了看，因为很多的养护方式平时都有讲过，在其他的视频里，而且还专门发过一期视频是讲如何多花，所以今天就不再重复那些内容了。好，谢谢收看，下期再见。